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非常创新、非常时效、非要跟你说到的非要播报。现在是2006年12月31日，我是国仔，我是齐墨。是的，你是。在06年的最后一天，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今年的娱乐大事件。就在今年，潘玮柏发行最新专辑《反转地球》，首发28万张，被一抢而光。这一年呢，是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一年。林俊杰、曹操，周杰伦《夜》的第7章，张韶涵《隐形的翅膀》，蔡依林《舞娘》。但我依然觉得，潘玮柏的势头最盛。在不久的将来，潘玮柏将会成为真正的歌神。有一句俗话是怎么说的来着 ？Passion！ 你看，潘神哦，超级女声延续了去年的热度，依旧如火如荼。去年的冠军李宇春也于9月发行了首张专辑《皇后与梦想》。虽然李宇春真的很棒，但我还是把票投给了周笔畅。哦，你喜欢第2名？第2名怎么了？我觉得第2名很好啊，能拿第2名很不容易。在我的眼里，第2名就是第1名，是吗？在我眼里，第1名才是第一哦。今年呢，喜剧演出市场火爆。郭德纲在天津相声专场中连续返场25次，打破了纪录。相声现在是太火爆了，要不咱俩也去说相声得了？我想一个人说，就说点那种我在生活里观察到的事儿。啊，你一个人说，就一个麦。你观察谁听啊？你以为你谁呀？你是观察喜剧大师啊？那当然了，我观察了好多喜剧大师啊！我是观察喜剧大师呀！哎呀，希望将来能有个新的节目，体现咱们年轻人的风格啊！就叫加油锵锵行。今晚锵锵行，加油80后，这俩合起来不就行了吗？有道理呀！那这个节目的名字就叫做加油锵锵行。那北京奥委会呢，也在今年的4月正式聘请张艺谋导演为开幕式的总导演啊。随着奥运会的临近，一切准备工作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。张艺谋导演的话，那画面肯定稳了。我听说声音效果也会很震撼哦。到时候可能有很多人一起击打我们华夏文明最古老的乐器否。击打否，这个我知道啊。击否应是绿肥红瘦。一般只要有人在我的评论区说最近阿成感觉越来越帅了，就一定会有人评论吃点好的吧，姐妹。所以我也是恳请大家，平时在我评论区你们去嘲笑我、提问都没有问题，但最好不要轻易的去艾特朋友来看，很尴尬的。不是怪你们，怪我没有火到，所有人都认识我，贸然去艾特别人很尴尬。前2天我发了个自拍，有个女生可能很喜欢我，评论了一个哈哈哈哈哈，艾特自己闺蜜，闺蜜明显不认识我，非常困惑，这谁呀？你新男朋友？这女生就很生气的说了一句：“我看到好玩的东西才跟你分享一下。”你说话真难听。我说等一下，本来不是很难听的，那现在开始有点难听了。咱俩关系很好嘛，闺蜜嘛，会互相拌嘴的，互相吵。这个女生就说了一句：“算了，以后看到好玩的不跟你分享了，真是跟你尿不到一个壶里。”她闺蜜说：“那你跟她尿一个壶里。”到这儿就有点无法收拾了，两人开始互相攻击对方，互相羞辱对方，用那句互联网上最肮脏、最恶毒的话语，在那里你老公。这个时候我知道我不能再沉默了，老公我得说句话了。但我并不生气，大家如果了解我会知道，其实我是有女朋友的。不需要这个反应，谢谢。我有女朋友，所以我不生气。
我选择在评论区去艾特我真正的女朋友，我说你老公，他说你谁呀？说话真难听。这点好，确实对我来说是一个不用提醒的事儿。我这两天心情不太好，我就点了一个汉堡，6个，其实我有时也分不清我到底是心情不好，还是食欲太好。但那天看到那汉堡之后，确实更难过了，因为那汉堡太小了。大家有没有感觉到现在汉堡越来越小了？就那个汉堡，你稍微近视一点，你都分不清那是汉堡还是铜锣烧。我当时看着我那个掌心里的汉堡啊，我都怀疑自己了，不会是因为我太胖了吧？怎么能这么小啊？啊，这掌中宝。而且这些资本态度真的很蛮横。大家关注新闻的会发现，每次大家去反映说现在汉堡是不是太小了，他们有一句特别糟糕的回应，他说汉堡没有变小，是你们记错了，你们以为汉堡变小了，这是曼德拉效应。当时给我气坏了，我说你让曼德拉出来跟我说。他们还有句话特别恶心，他们说不是汉堡变小了，而是你们长大了。骗子！我小时候没吃过汉堡，因为小时候我买不起那种正宗的汉堡，我只能买那种小卖部里汉堡。我大概在成年之后，我才第一次去吃得起真正的汉堡。之前我告诉自己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不就是汉堡吗？但当那个酸黄瓜、芝士酱、牛肉饼、面包进入嘴巴那一刻，我的眼泪流了下来。这是一种什么感觉？你们可能不懂，但韦伯哥一定懂。这种感觉就是不得不爱。所以我说这些不是在指责什么，我就希望汉堡能变回我记忆里的样子。虽然我知道时光不能倒流，豆角不能炖熟，但我真的希望我可以 make hamburger big again。有时候我确实也挺伤感，感觉好像所有东西都变得没有那么好。大家想吃点好的太难了，食物也是，综艺节目也是。我现在感觉所有玩游戏的节目都是一个节目，我根本都分不清。我每天回到家，打开电视，看到那么多的演员、歌手、偶像，在房间里、草坪上、大海边，玩谁是卧底和你画我猜，我真是厌烦了。前天我跟女朋友正准备出去玩呢，她在她那里玩手机，我说你看什么新节目呢？他说啊，新节目叫《宇宙闪烁，请注意》。我说宇宙不是超新鲜吗？他说那是地球超新鲜。这是腾讯的节目《宇宙在闪烁》，这是爱奇艺的节目，你请注意。我说好，别说了，头晕了，咱们现在就出发吧。然后我也知道，其实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，说这些也没有什么立场。因为这2年脱口秀也越来越难看了，但是感觉也挺讽刺的。因为我仔细想了想，我发现我这2年在喜单上去努力的哼哧的比赛，为的好像就是一个去那些综艺跟明星玩游戏的机会。我也会问自己，我说刘仁成，你真的有那么喜欢玩你画我猜吗？好像没有，我就想在一场盛大的演出之后，吃一个大大的汉堡。潘玮柏老师的歌词非常狂，你发现没有啊？比如说，让我们陪他反转地球。你现在想想，地球转得好好的，你动它干啥呀？啊？你是听见算命的说啥了？说潘玮柏要红过周杰伦，那得太阳打西边出来，转吧，是吧？哎，其实我觉得潘玮柏老师的歌，潘玮柏老师本人都更红啊。因为我们请不来周杰伦嘛，所以就是请来谁说谁红，对不对啊？而且潘玮柏老师的歌呢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的爽快啊，从来不腻腻歪歪。你看很多人的情歌啊，总结下来就那么2句话，要么就是我爱你，但你不爱我，要么就是你爱我，但我不爱你，永远是这种爱而不得的纠结哈。现在想想也有道理，也有道理，因为一首歌，但凡你也爱我，我也爱你，
它就不好听啊，它就会变成你爱我，我爱你，什么玩意儿甜蜜蜜。哎呀，潘玮柏老师是我的青春呀啊！我本来以为青春易逝啊，没想到他现在还在开演唱会，啊，一下让我感觉青春好像也没有那么珍贵了。不都说青春无价吗？结果发现青春的价格呀，大概在480到1480之间啊。而且买完还不能退啊，因为青春无悔嘛。我觉得潘玮柏老师有今天的音乐成就哈，跟他自己的努力肯定是分不开，但也需要家里人的支持。这个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幸运的哈。我上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非常喜欢音乐，但是他爸觉得音乐没有用，他爸跟他说：“你要学音乐，我把你腿打折。”他爸可能是没有仔细想过哈，但凡我这个同学不是非要学架子鼓，你把腿打折吧。哎，也行，还真不耽误什么事儿，对吧？他爸呢，就转而给他报了一个口才班，还给他报了一个武术班，说这2个班有用。哎，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不想负责的表现啊！我都能想象到有一天，我这个同学放学以后回家，跟他爸说：“爸，学校有人骂我。”他爸说：“骂你？不给你报口才班的吗？啊，你自己骂回去。”他说：“不是，他们还说放学要堵我，要揍我。”揍你，不给你报武术班了吗？你自己打回去。哦，对了，下个月开始不要跟家里要钱了啊。给你报了一个通向财富自由之路啊，你就赶紧上路吧。但你小的时候觉得没有用的东西呢，长大以后反而觉得有用。比如我们小的时候，尤其上中学的时候，会瞧不起体育生，就觉得哎呦不学习，天天练那些玩意儿没有用。但等你以后长大了，工作了，你知道身体的重要性，你去健身房，你找私教。你是谁的学生啊？你几千几万花谁身上了？你吃饭的时候给谁发鸡胸肉和西兰花的照片？你说为什么我们上学的时候啊，我们在那吭哧吭哧刷题，体育生在那悠闲的刷手机？因为人家知道不着急，你的钱早晚是他的啊，他在未来等你啊。你那个时候学习不是给自己学的，不是给老师学的，你就是给他学的。小的时候觉得没有用的东西啊，长大以后反而很有用。你看，如果我小的时候有一些奇思怪想说出来啊，大人会说：“哎，别想那些没有用的啊，把心思放在学习上。”但你看我现在靠啥挣钱？我天天就靠想这些没有用的挣钱啊！我在台上的脱口秀有一句有用的吗？但是谁因为想些没有用的站在台上，又是谁因为好好学习坐在台下啊？其实长大以后，支撑我们精神世界的，往往是那些没有用的东西。你说什么音乐节啦、演唱会啦、动漫、二次元啊，这些东西有什么用？还是有用的，可以拉动内需啊。所以以后等你要去看演唱会了啊，看潘帅的演唱会，家里不给你钱，然后说：“哎呀，你别把钱花在那些没有用的地方。”你就说：“你以为我想去啊？我不是为了刺激经济吗？啊，赶紧从你养老金里给我转480过来。”然后你父母一边给你转钱，一边说：“哎呀，当初就不应该给你报那个口才班啊！”说不过。回到今天的主题，吃点好的。什么是好？我觉得像音乐这样的无用之学就是好的啊。你喜欢音乐不一定代表你这个人多高雅，但一定代表你有一种思维方式，就是人可以喜欢没用的东西，人也可以生而无用。啊，看呐，倾听吧。无用之学在向我们招手说：“开心不开心的都跟我来，美丽而神圣的时光不等待。”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。下一组是王建国加周奇墨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即使全球变暖，我们就要在这儿卖大 V 脸面膜。有点语法错误，应该是我们也要在这儿卖大 V 脸面膜，但都是纯纯的羞辱咱们两个。哎为啥不让别人卖呢？这不就是全球变暖吗？这罪魁祸首就找到了吗？哦，因为烤了。那为什么要反转地球呢？解决方案嘛，让地球均匀的受热。你看地球热的，
北极熊已经开始刷牙了。不是，这是护手霜啊，防晒霜。防晒霜。对，北极什么东西最多？霜啊！呦喂，这怎么了？就是我们的大 V 脸面膜。面膜啊，V 字脸。右面这个人是，我知道他们什么逻辑，他们觉得这就是我会讲的梗。这有啥梗啊？气猴变暖。第一张这个图片很熟悉，本人啊，这是啥意思啊？太需要大 V 脸面膜了。哦，这个倒是可以理解。那这个鱼是，啊，于是就看第三集。哦，对，于是这个人需要一个大 V 脸的面膜嘛？对，于是我们就来到了这个。这我也知道了，这什么？一个汉堡包包着潘帅，你用完我们的面膜包蒜。我一听我怎么？包帅，我其实想有艺术追求的。这个就是我们产品的功能，是啊，美白祛斑。美白祛斑。对，然后呢，这个产品应该是给了这个爱因斯坦给爱因斯他之后，坦老先生给他用了，应该是。想想为什么要给爱因斯坦用？为什么？从来没有听过爱因斯坦抱怨过这个面膜不好用。啊，有没有道理？啊，那我知道了。那你最后爱因斯坦就出了本书嘛？啊，文化出书嘛？文化输出，输出。反向谐音。哦，还有啊，哎，我问一下，就是在咱们这个平台可以出现这个动物吗？这个我们营销模式，对，就是好多小企鹅在这儿，就是达到一种以讹传讹的以讹传讹的一个模式。后来甚至以讹传人了都。好，我们丢人丢够了，真的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不容易，可以了。哎呦我天哪！不是，我想问一下节目组，黑灯咋讲？瞎讲。有请